如果家里的长辈突然需要做心脏手术，比起高昂的医药费，你可能更害怕另一件事。为了查清楚心脏血管的狭窄程度，打进去的造影剂会不会先一步损害老人家本来就脆弱的肾脏？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刚刚引入的一项前沿科技 PCCT。 它不仅能把高危年长患者的手术风险大幅降低，更反常识的是，这项全球顶尖的医疗技术竟然还能帮你省下约2000新币的医药费。为什么最顶尖的医疗科技反而让看病变便宜了？作为在新加坡打拼的普通人，我们这代人最普遍的焦虑往往不是工作上的 KPI， 而是父母体检报告上突然标红的异常指标。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阶段，一边是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另一边是父母逐渐老去的身体。我们很难意识到一个即将到来的数据，到了2026年，新加坡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逼近 20%， 正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冲击就是复杂老年疾病的激增。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的预测，未来几年，像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AVI 这种复杂的心脏手术，需求量预期会大幅增长 30%。 但医学面临的现实非常残酷，很多年长患者不仅心脏血管严重钙化，肾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衰退。在传统的诊疗路径里，为了评估心脏血管到底堵到了什么程度，必须给患者注射大量造影剂来进行 CT 扫描。这对于肾脏本来就脆弱的老人家来说，无疑是巨大风险。治好了心脏，却可能严重损害肾脏，甚至后半生都要面临终身透析的痛苦和巨额账单。医生和家属常常陷入治心脏还是保肾脏的两难中。面对这种人口结构带来的系统性危机，新加坡给出的答案很明确，用前沿科技去解决这道关乎生死的社会大难题。而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彻底改变我们评估血管的方式。要想理解这项技术有多颠覆，我们得先看看全球顶尖医疗圈的动向。当西门子医疗的全球首台光子技术 CT 扫描仪获得 FDA 批准，当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梅奥诊所开始全面推进它的临床应用时，整个医学影像界就知道，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那么 PCCT 到底是什么？它凭什么能改变高危人群的诊疗路径？简单来说，传统的 CT 扫描采用的是能量积分技术，受限于早期普通设备的感光机制，探测器只能接收整体的 X 射线能量，把所有信号混在一起。如果血管里有严重的钙化斑块，拍出来的照片就会产生严重的微影，引发大面积视觉干扰。医生看片子往往会模糊不清。为了勉强辨识出血管内部的具体细节，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患者注射大量的造影剂来提升对比。而 PCCT 全称光子技术计算机断层扫描，它直接摒弃了传统的能量积分模式。新技术的应用就等同于使用了拥有上亿像素、极高动态范围的高阶影像设备。它的探测器材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能够精准识别，甚至单独计算每一个穿透身体的 X 射线光子。这种底层机制的革命带来了非常震撼的清晰度，因为它本身就成像足够清晰，自然就不再需要依赖大量的造影剂来提升对比度。临床数据显示， PCCT 能够将辐射量和造影剂的用量双双大幅降低 20% 到 30%。 这 20% 到 30% 的降幅写在医学期刊里可能只是几个客观的参数，但对于那些肾功能较弱的年长患者来说，这就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保障线。它意味着医生终于可以在不增加肾脏负担的前提下，非常清晰地看到被钙化斑块严重阻塞的微小血管，甚至能分辨出斑块的成分。这不仅是一次医学影像的底层革命，它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
把那些原本因为身体太弱，根本无法承受传统检查风险的高危患者，重新拉回了可以被安全治疗的范围以内。科技在这里展现出了它绝对客观却又无比精准的慈悲。不过，听到这里你肯定会好奇，既然这项技术如此尖端，设备造价必然会非常高昂，那为什么它反而能帮患者省钱呢？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留下的那个巨大疑问，既然 PCCT 是全球最尖端的设备，造价非常昂贵，那为什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做这项检查，患者反而能省下大约2000新币？难道医院在做亏本的慈善吗？要看懂这笔账，我们必须跳出单一的看病视角，去理解新加坡整个社会的医疗经济逻辑。这背后其实深度契合了新加坡政府正在全力推行的 Healthier SG， 也就是健康 SG 计划的核心精神：预防与精准干预，永远胜于后期的被动治疗。我们来算一笔宏观的社会账，如果一个高危的年长患者因为传统 CT 的造影剂导致了急性肾衰竭，他后续面临的将是漫长而痛苦的透析治疗，反复的并发症住院。这不仅会迅速耗尽他个人和子女公积金里的 Medisave， 更会对新加坡整体的公共医疗资源造成巨大的挤兑。透析中心的人手、重症监护室的床位、长期的慢性病管理，这些后端的隐形成本加起来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资金消耗。相比之下，医院选择在前端承担 PCCT 高昂的设备成本，通过非常精准的非侵入性诊断，直接排除了患者在手术中和手术后的并发症风险，实际上是为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省下了巨额的开销。而对于患者个人而言，因为 PCCT 的检查足够精准，医生能够一次性拿到所有需要的数据，这就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住院观察天数，也免去了其他繁琐的附加侵入性检查。这一来一回，单次检查直接为患者节省了约2000新币。所以你看，这并不是白给的好处，更不是什么医疗促销，而是新加坡医疗体系在用科技进行一次非常聪明的成本置换，用前端的高科技投入去对冲后端可能失控的医疗灾难。这就是从被动治疗向精准预测与风险前置转变的系统性胜利，也是新加坡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银发经济和老龄化趋势时，保持国家竞争力和医疗系统不崩溃的最优方案。科技的突破从来都不只是实验室里客观的数据和复杂的物理原理，在这座快速老去的城市里，它是守护我们家人生命尊严的极为重要保障。作为在南洋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一代，我们深知百善孝为先，陪伴与照顾长辈是我们推卸不掉的责任，而用科技的眼光去为他们寻找更安全、更经济的医疗方案，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最理性的温柔。你在带长辈看病时，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医疗选择难题？或者在面对高昂的医疗账单时感到过无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分享你的个人经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